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涵斌，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玉珍好，各位朋友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荷姆兹海峡到底是要开关几次啊？那现在的状态又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来看川普跟伊朗两方的说法，怎么样都对不起来哦。首先呢是川普啊，他昨天晚上疯狂的发文，他说什么呢？说伊朗宣布了要全面开放荷姆兹海峡，已经准备好要全面通航了。谢谢。然后还说什么呢？说伊朗已经同意了，永远不再关闭荷姆兹海峡，说这一条海峡不会再被作为对付全世界的武器，而且呢，伊朗在美国的协助下已经移除或是正在清除所有的海上水雷啊。那他又在说了什么呢？说呢，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呢，他们会持续有效，就是美国封锁伊朗嘛。那还说呢，直到我们跟伊朗的交易100%达成之前呢，会一直在进行封锁。那这项进程呢，很快就会完成他的说法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呢，非常的密集啊。他呢是在2个小时内就贴出了6篇发文，其中5篇呢是在短短18分钟内连续发出的。除了庆祝伊朗开放荷姆兹海峡之外，可以看到呢，他似乎真的是有一些发文的焦虑症啦。不过这个时候呢，美军的福特号航母呢，也已经返回了红海海域，这是为了要扫雷吗？另外我们来看到呢，美军的扫雷舰队呢，也悄然的出动了，封锁荷姆兹，阻烧13艘船。那比利时呢，也去拦截了联以色列的这个设备。好，那2艘呢隶属于驻日美军母港位于佐世保海峡基地的复仇者级扫雷舰呢，现在呢已经从新加坡出发了，朝着中东方向前进啊，可能就是要来进行荷姆兹的扫雷。那另外呢，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也自豪啊，说他们美国自从封锁以来啊，13艘船都已经被迫掉头了，其中1艘呢是挂着伊朗国旗的货船，它试着要突破封锁，结果呢是遭到了飞弹驱逐舰拦截，所以折返了。这样听起来呢，美国真的是很有战功哦，不但是拦截了伊朗的船只，甚至现在还让伊朗给打开荷姆兹了，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到伊朗是怎么回应的。一名伊朗官员表示说，如果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下去的话，那伊朗就会视此举为对停火协议的破坏，还要再次的关闭荷姆兹海峡。所以现在是开还是关不晓得。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说了，其实是因为呢，昨天的黎巴嫩跟以色列停火达成了，所以他们才愿意重新开放商业船只通过荷姆兹的。不过呢，同时呢，又给出了一个新规定，就是你想要通行的话呢，你还是要持有这个许可证，而且还必须依照指定的航线去行驶。那如果是军用船只的话呢，不行，还是不能够通过该海峡的。那么路透社就说了，在17日当天就有20艘的货船试图要从波斯湾向荷姆兹海峡出口，但是呢，开到一半呢又停驶了，甚至还原路折返，显示目前海峡通过的状况还是极为混乱的。所以真的有所谓的荷姆兹已经开放了吗？看起来是没有。那么伊朗议长也发文了，说呢，荷姆兹的海峡控制权绝对是属于伊朗的，这个呢已经是美方接受的，所以伊朗不会放弃对荷姆兹的管辖权。而且不止荷姆兹革命卫队现在呢还把这个目光转向了曼德海峡。他说呢，已经也向曼德海峡所有的商业还有军事船只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明天正午起，任何意图要通过曼德海峡的人呢，都要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警惕。这样听起来根本就不是荷姆兹开放啊，而且连曼德海峡也可能要赔进去了。但是我们来看到和谈其实还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美国已经准备好了，谈不拢直接开打。因为赫格塞斯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协议的话，美军已经准备好要重启战斗了，而且很多的兵力呢都已经陆续到达现场了。好，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中央司令也说了，说他们是有能力呢维持封锁，而且
密切关注着伊朗每一个港口，看他们每一艘的伊朗船只。那么，伊朗的这个军队总司令则是说啊，伊朗怀着坚定的决心、钢铁般的意志，时刻的扣住扳机，已经准备好要迎击敌人的任何威胁和侵略了。好，所以现在美伊双方是不断的在叫嚣啊，究竟呢只是逞这个口舌之快，底下还是继续和谈，还是其实是代表着和谈已经谈不下去了呢？我们请教彬哥。其实没有，这就是正在谈的一个状况。只是川普这个大嘴巴，每一次只要稍微有一点进展，他就噼里啪啦全部讲，而且加油添醋，还讲到一副好像他要取得了重大胜利。所以显然事实跟川普讲的差距是有点大。伊朗确实同意开放荷姆兹海峡，但是是有限度的开放，并不是完全无限制的。人家要的就是还是一样由他来操控，是由他有发出许可，然后按照他的航线进行才能动。而且这个在目前为止其实是有必要。为什么有必要？大家忘了吗？荷姆兹海峡是有水雷区的，那个水雷到现在还没有清除完毕啊。川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啊。所以你不按照他的指示，你可能就会撞上水雷啊。你要玩命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就是如此啊。那其实我们会觉得现在情况就变成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认为他单方面可以控制荷姆兹海峡，所以他之前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他派美军去把你，就算伊朗允许你出了荷姆兹海峡，我也把你拦住。你要通过我美国的控制，等于在伊朗的封锁上面外加伊朗美国的封锁。那现在伊朗有限度的开放，那美国呢？美国还是在拦船，所以就变得很吊诡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对这些船东大概就会很 confused。那你们两个到底谁说了算？那我到底是能出去还是不能出去？所以整个情况还是一团混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好，你往好的方向看，就是美国跟伊朗确实谈判并没有终止，他们还在谈。可是呢，很明显的，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一致，双方还是有很多歧见，所以这个谈判显然就是在持续进行中。那双方除了展现一点善意之外，也不忘随时恐吓对方，就是只要伊朗这边有个反应，美国这边一定加大反应，然后双方都说我们随时可以开战，随时可以搞。可是我必须说，对川普来讲，始终是 tick tock tick tock 一直在想，而且对他来说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为什么？因为世界的反应已经开始变了。刚刚主持人这边提到了比利时拦截运以色列设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一批要从英国本来要送到以色列的这些装备，他本来经由比利时的飞机要送过去，就比利时直接说不行，以后所有军事装备要运到以色列，我通通不准你经过我，不准利用我的领空。又一个国家加入，表示欧洲越来越多国家已经没有站在美国跟以色列这边，他们不愿意让欧洲去卷入这场战争，也拒绝让美国让以色列使用他们的机场跟相关的设备。所以整个世界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正在转变当中。那时间拖得越长，不仅是亚洲啊，其他这些国家需要荷姆兹海峡这些货物的这些国家会跳脚，美国自己国内也会遭逢到更大的压力啊。川普之前讲过，石油的价格可能居高不下，一直到年底，这会造成多大的经济冲击？那即使是现在美国自己的通膨也上来啊，那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对川普来讲，最佳解应该是要赶快达成协议。但是问题是，他昨天用突袭式的方式去帮这个以色列宣布说以巴停火，其实以色列这边也是很错愕。那现在整个情况就要看，第一个，以色列能够持续听话吗？那第二个就是双方真的能够把原来天南地北根本凑不到一块的条件，慢慢的趋向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状况吗？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但是恐怕会比大家想象中还要拖上一段时间。好，川普真的是密集的发文，现在这个海峡的状况，跟伊朗方面也不需要对上吗？反正你封你的，我封我的，两边继续封吗？请教有明哥。川普啊，1个小时发了7封的，就是推文。伊朗的议长就是说，每一篇都错，每一篇都不对。所以我觉得川普的妈妈其实最了解他，也讲了实话。
这个人绝对不适合做政治。我们现在了解了，因为他喜欢欺骗，他喜欢说谎，他喜欢夸张，然后呢，他一点都不尴尬，而他不断的在变，所以现在连西方的媒体都已经受够了，不太把川普的推文当作那么回事儿。那至于市场的反应呢，其实也都会有所保留。伊朗是不是有真的针对荷尔木兹海峡采取开放措施？有的，但是有3前提。第一个，军用的船舰不得通过，换言之，所有其他油气货轮都可以了。但第二个条件，要走伊朗所规定的水道，也就是要靠伊朗这一边。好，其实荷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33公里，大概扣掉靠伊朗跟靠阿曼这边比较浅滩或者比较浅的水域，大概只有20多公里的水道。那其实，在平常战争之前，每天130艘就已经很繁忙。现在开放这个水道，就表示伊朗要管理。那第3个很重要哦，也就是你要事先跟革命卫队协调。那换言之，你要付费。所以有没有开放，其实是伊朗的态度在做准备开放。这也就为什么油价在掉，市场的反应好。他已经不是在看川普所讲，只不过是川普听到看到这个东西，很快的就手忍不住就在上面写，那把一切的功劳都说是他的努力。好，所以那伊朗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伊朗这么做其实也就是区分在战争的时候，军舰当然不可以经过了。那尤其是美国或海湾地区的这个军舰，他们虽然和谈，但战争敌对状态没有结束。然后呢，他去区分美国跟所有其他的国家，也就是他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都看到，第一时间很多美国的盟邦国家跳起来是反对川普攻打伊朗，认为是非法的侵略战争。到现在的态度依然如此。所以呢，他也发现到，其实不需要跟所有的伊朗发现到不需要跟所有的国家对立，因此就开放水道做管理，然后做付费。那但是这个就跟战前不一样了，因为战前是完全自由航行的。可是战争的过程当中，这个荷尔木兹海峡水道的掌控已经变成伊朗它这种核弹级的自保手段，也就是现在它某种程度的封锁，但有限度的管理开放。那当然就会降低对国际能源跟经济的冲击，然后各国呢就会更加的站在美国的对立面。那美国现在倒过来封锁其封锁，什么意思？也就是你封锁荷尔木兹海峡，我就封锁你的港口。但是谁的耐压力比较强？伊朗不是被封锁了，被这个制裁了40多年吗？它其实出口的石油的的确确现在因为遭受战争的攻击，如果能有石油出口，当然会对它的经济复苏会有帮助。可是它能够这个再等一段时间。可是如果美国这边封锁伊朗，持续有造成伊朗这个更加严厉的封锁荷尔木兹海峡，那全世界受不了啊！全世界受不了，到一段期间就可能被迫去跟美国站在一起。所以伊朗这一招很聪明，有战略的高度跟智慧，他倒过来对这个其他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开放，但是当然你要照我的水道要付费，小事情，大家现在能够运出来是最重要的。因此呢，这个时候反而却分化了美国跟他的盟邦跟所有的其他国家。好，伊朗去分化美国跟世界的关系，川普自己也在分化美国跟世界的关系。请教张将军。那我认为，美国跟伊朗都在抢话语权，都要各自放话，但是没有共识。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个川普所说到的，那伊朗有接受吗？没有，伊朗完全都没有接受。那这是一厢情愿。那美国喜欢抢功，那为什么喜欢抢功呢？因为它有这三方面的考量。所以我认为应该如果要看美国跟伊朗，要以伊朗为准，因为美国它会摇摆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这个美国为了弥补军事上的吃力，他这次对伊朗动手，的确是事倍功半。那战果有限，但是美国的战损比预期的大。对伊朗的战果是有限的，但是自己的战损呢，比预期的要大。那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讲的话，可能会利小于弊，就是弊大于利啦。
因为自己的损失嘛，杀敌800，自损1000，有这种状况。虽然我们不要拿人数的牺牲来做比较，但是以双方的这种灾损来看的话，可能有这种状况。所以美国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他为了弥补军事上的压力，他不得不这么来说。第二个考量呢，心理战，因为心理战的这个条件下，习惯报喜不报忧，自己的不好不要讲啊，略而不过，不要再提了。但是自己能够事先先讲、先放话的呢，先讲先赢，先抢话语权，让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地方是有主控权、有引导权、有这一方面的这个主动的能力是这个样。所以我要认为，在这个状况，我认为心理战的因素是比较高的。认为美国是压过伊朗，伊朗要追随美国的脚步，追随美国的政治节奏来走，变成这个状况。所以美国有这方面的2个考量。第3个考量，我认为美国是为了掌握的主动权，就是抢攻的意思。为什么要抢攻呢？因为他要缓和美国国内部的反战压力。你看那个民调啊，美国国内的民众反对对伊朗动武高达80%是反对的，那这个压力对川普来看是很大的，因为其中选举慢慢接近，那川普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结果民调显示数字并不赞成美国出兵伊朗的人数是比较多的。那他现在讲啊，我们讲说我已经胜利了，但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川普这样讲啊，三番两次这样讲了，很容易被美国民众或者是世界媒体看破手脚。你这个讲的，你讲1次2次失算就算了，你经常失算，所以我就说你要看这个到底是美国为准呢，还是伊朗为准呢？我就跟大家报告是要伊朗为准，因为伊朗现在有没有掌握荷姆斯海峡？伊朗来说，不是美国说没有，那伊朗说有哦。这因为荷姆斯海峡在手上，就在伊朗手上。所以要以伊朗为准则来参考，伊朗在这一方面的客观度比较高，美国的主观性比较强，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认为要以伊朗这方面的说法比较接近于正确。所以美国按照这样的看去的话，我认为美国现在兵力的部署不够，兵力不够，底气不足，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波斯湾跟荷姆斯海峡，它这一方面的影响力就会相对有限。那它如果相对有限，那也就是伊朗在这一方面的主动性、主控权就相对的比较强了。好，荷姆斯海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自由的航行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美伊的和平谈判到底有没有谱？现在啊，川普的谈话呢，已经不可信了，他一直在狼来了哈，所以现在大家都不太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我们来看到呢，川普说自称已经以亲自跟伊朗方面通话了，还说呢，接下来1到2天就能达成协议了，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了一切，并且与美国呢要来合作移除其浓缩铀。但是啊，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美国必须要解冻伊朗资产吗？来看到美媒的独家报道说呢，美国跟伊朗正在针对一份长达3页的停战协议草案来进行密集磋商，就是为了要结束2国间的战争状态。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条款显示啊，美国考虑要解冻约20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来换取伊朗交出其所拥有的浓缩铀库存。好，那么美国议员也说呢，川普跟伊朗的通话呢非常的激烈，川普是直接大声警告伊朗，再耍花招，后果自负，甚至喊到最后啊，川普的嗓子都哑了。但是谈判真的是大声就赢了吗？好，我们来看这场关键的谈判。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浓缩铀。现在双方呢到底有没有共识呢？伊朗说什么？说呢还是有重大分歧，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好，尤其是在这个核问题上面呢，没有取得任何具体共识，还需要进行严肃谈判来缩小差距。甚至伊朗议长也怒批川普密集发文，密集的在说谎。川普发了哪些文呢？说呢伊朗呢同意不再关闭核姆兹，还说要把浓缩铀呢库存运往国外。好，这2个说法呢都被
那个伊朗的议长给打脸了，说啊，川普在1小时内提出了7项说法，而这7项说法没有一项是真的，都是谎言。靠这些谎言呢，他们在战争中没有取胜，在谈判中呢，也必然不会有任何的成果。但是啊，川普说呢，要跟伊朗一起挖出浓缩铀给带走啊，那这个话呢，伊朗当然也没办法接受啊。外交部发言人说了，浓缩铀对伊朗来说如同国土般的神圣，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往他处。将浓缩铀转移至美国，从来不是选项。好，那有没有可能转往俄国呢？俄罗斯这样提议了啦，但是美国当然也不接受。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现在川普最怕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伊朗背后的大国了。好，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委员长就说了，说川普不想要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之下与中国展开谈判。看得出来呢，似乎呢，习近平成为现在川普唯一在意的人了哈。但是啊，现在中国的货机呢，竟然是悄悄的降落在德黑兰，传出呢，就是为了向伊朗提供先进的雷达、导弹系统以及呢军事情报，要来协助伊朗。这个事情呢，同时间呢，还有4架关闭应答器的中国货机啊，也突然呢都降落在伊朗了。这件事件都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援助伊朗的怀疑。好，不过中国方面呢，外交部都是不断在否认说他们对伊朗的援助呢没有这件事情。好，但是另外来看到了呀，中国海军第48批的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唐山舰还有大庆舰补给舰都正在亚丁湾还有索马利亚海域来执行例行性的护航任务。好，那这是什么样的护航任务呢？反海盗难道是只要帮助伊朗吗？好，另外来看到啊，其实伊朗呢还有一个压箱底的战机，那就是 F4幽灵2还有米格29，现在呢也已经现身要护航去这个巴基斯坦谈判的这个代表团了。就是说呢，这个第2次的谈判呢可能就要举行了，所以呢他们也要护航这些谈判官员的安全，不然以色列跟美国一天到晚在暗杀所以他们其实是还有战机还有战力去进行的。好，不过我们来看到了美军呢在港口封锁，结果呢解放军就在旁边这个进行这个护航任务。这难道不就是要针对川普吗？我们来请教杨永明教授。伊朗跟美国之间呢，在3个层面现在有严重的不同的意见。第一个，伊朗可不可以继续的发展核武；第二个，伊朗可不可以持续的拥有浓缩铀；第三个，荷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第一个，伊朗的核武问题我觉得其实不如外界所讲的，我觉得伊朗是有弹性的，因为伊朗在2015年和各国签的核子协议里面，本来就已经说要放弃核武，而在2月28号之前，26、27在日内瓦的谈判也承诺愿意放弃核武，但现在情势变迁了，因为美国你打我整个伊朗，造成这样子的这种战争的损伤，现在不是了解到核武是我最重要的自保手段吗？可是这个战争呢，伊朗也发现到，伊朗的无人机跟飞弹，以及掌控荷尔木兹海峡，也某种程度可以自保。那伊朗自己内部有很强的世俗派，对于发展核武是有意见的。几十年来，伊朗不愿意发展核武，拖延，也主要的问题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分歧。所以，到底伊朗要不要拥有核武，其实现在这种可能性都有。那第二个，浓缩铀，川普又讲谎话啦。川普说，第一个，我愿意解冻伊朗200亿的资产，然后呢，伊朗愿意同意把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马上打脸。然后呢，《华尔街日报》也证实了，伊朗说没有这回事，哪有什么浓缩铀运到美国来换200亿的这个资产解冻？那川普又在这边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讯息，或者是他自己怎么样梦到哈？那但是这里的关键就是浓缩铀运出伊朗，这个是美国的要求。那伊朗，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同意。他说我可以同意降低浓缩铀的浓度，达到非武器级。那未来可不可以发展浓缩铀？浓缩铀的目的是做什么？第一个，核电厂
第二个就是核武。如果伊朗决定不发展核武的话，那他难道没有权利发展核电厂吗？当然有权利了。全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权利。伊朗自己产铀，他自己做浓缩铀，只要不做高浓度的，那当然是符合国际的规定。你没有权利要求剥夺伊朗发展浓缩铀进行核电厂这个计划的权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伊朗站得住脚。可是美国说，那你至少20年不得发展。那伊朗说，我可以暂停5年。其实各位，这个20跟5年之间的这个差别就有一个谈判空间。第三个，那就是荷姆斯海峡的这个开放。我们上一集都讲过，伊朗其实是要求，到目前为止，整个在敌对状态，当然不可能让美国的军舰通过，但是愿意让各国的这个货轮、油轮、天然气轮通过。那同时呢，要经过伊朗指定的水道以及某种程度的付费。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礼拜就是检视伊朗这样子一个作为是不是真的可行，以及各国怎么去做。但是现在的关键就是，伊朗跟美国这个谈判是不是有可能会在20号展开？那我个人认为，美国我们这上面说的美国总统川普跟伊朗通话谈判，这一定是个假新闻。怎么可能美国总统川普会跟伊朗的谁穆吉塔巴吗？这个最高领袖吗？直接打电话吗？怎么可能？那 Graham 他是一个资深的参议员，我觉得他的话被揭露，也就是说，其实我的推论是，川普和中东特使通电话，美国的中东特使要求你要跟伊朗谈这谈那，而且很强硬，你要告诉伊朗怎么样 ABC。然后呢 ，Graham 就认为说是川普在直接跟伊朗通电话。因为根本不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川普跟伊朗直接通电话嘛。所以你看这种新闻的错乱跟错误严重到这种地步，那当然很多川普所讲的话，你都要查证再查证。好，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误导啦！川普这个跟中东特使怎么会变成川普跟伊朗方面的谈话了呢？但是这个200亿美金的这个解除冻结，难道真的就可以让伊朗放弃浓缩铀吗？请教张将军。这个伊朗的战争，因为美国没有一鼓作气，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让伊朗有了底气。那所以伊朗现在已经是有底气了。现在这些重大的美国跟伊朗之间重大的分歧我认为可信度比较高的要看伊朗的官方的说法为准。至于川普的，我认为参考，因为川普喜欢这个言过其实，就是说话说的比较满，比较超过，比较夸张，比较夸大，在战果上也比较在那边做渲染，所以它的可信度是可能要大打折扣。那我们现在来看呢，现在要伊朗完全契合，我认为可能性并不高。伊朗这40年就是为了发展核武，你叫它完全契合，可能性有吗？你可以可能让伊朗的核子研究这个浓缩铀的提炼，它的这个节奏放缓，我认为这方面性高。你要说把伊朗的浓缩铀搬运到美国，我认为完全没有可能。我可以大胆的来预言，这个伊朗把这浓缩铀交给美国去，我认为这是美国的说法，我认为可能性几乎不高。我们要伊朗契合，跟他这个国家的整个发展，这个核武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目标，我认为要伊朗来吞下去，我认为可能性不高。那我们现在看中国大陆的亚丁湾的护航编队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现在就是禽收。因为只要是在中东有这方面的军事上的动作，都是作战频谱，不是训练频谱。这些对空或对海监视雷达就是作战状态，那也包括了其他的它的电磁频谱，还有出动的飞机，然后空中的架次、空中的兵力、海上的兵力跟艘数，可能中国大陆就在做统计，然后把这些相关的资料所发出来的电磁波、电磁频谱，通通接收，然后回去做研究。因为既然都已经到亚丁湾了嘛，它在这个阿拉伯海，它就可以做这些了。因为我们的电磁频谱它会扩散去的，越远它的信号会越弱，越近信号越强。它是刚好在这个海上的这些军舰都有在这些相关的措施。那最后我来看，那现在伊朗它还有 F4 幽灵战机，也有MiG-29。换句话说，伊朗在这方面我让它的后勤保修，因为现在
幽灵战机 F4 已经没有零件了，它的歼79的发动机已经没有新的零件了，它能够维持到现在，我认为只是一个象征性，并没有办法全面。我认为伊朗的空军的战力应该来讲应该几乎是不存在。好，不过呢，我们来看到啊，川普说他不想要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上与中国展开谈判，但是川习会之前，伊朗的这个和谈能够签下去吗？请教彬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暴跳如雷的原因呢？因为就他自己来讲，他当然希望4月赶快要解除这个东西，他5月中才可以去见习近平。不然的话，他如果背着这个美伊战争还没有结束，然后去跟习近平谈，那他手中哪有多少筹码？所以川普当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可是偏偏这个局面是他解决不了。我认为刚刚杨永明老师的判断很对，我才不相信川普会直接跟伊朗他那边通话，跟谁通话？他顶多他大概只是在对魏科夫或者在对 Kushner 在吼啊。那问题是，他吼是事实，因为这个议员转述了嘛。所以如果谈判真的如他所说的这么顺利，如果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他吼什么？没什么好吼的啊。显然事情并不如他所预料，也超出了他掌控的范围之内，所以他才只好暴跳如雷。可是越是暴跳如雷，在谈判上通常就是一筹莫展，所以这是最糟糕。你说，我觉得美国人异想天开，他以为你原来我的就是控制了这200亿美元的伊朗的在海外的这些资产，然后来换你的浓缩铀。对伊朗来讲，你绑架了我的东西，然后来跟我换，你有毛病吗？你土匪啊！所以我不认为伊朗会接受这么奇怪的条件。对伊朗来讲，他大概能够接受的就是：好，我承诺我不发展核武器，甚至我可以容许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人来定期来检查我的浓缩铀是不是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标准以下。我认为这是伊朗比较可能接受。但是你说把浓缩，因为你要知道，站在伊朗这种神权统治上，如果他容许美国进来把伊朗的浓缩铀拿走，那他对人民还有什么威信？这等于全面向美国投降。伊朗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没有川普所想的这么顺利，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撑呢。那至于说中国大陆有货物送去，我其实也不太相信。第一个，如果是卫星情报，他网络告诉他就好了，他干嘛一定要送过去？为什么要军机？对啊，然后你说送飞弹过去，你认为中国大陆会看起来和平是有机会的？正在谈判的时候，我送飞弹过去干什么？这不是自找麻烦吗？那至于亚丁湾的编队，他当然有就近监视的这样一个机会，可是实际上中国大陆不是刻意派去的，这支舰队去年11月就已经去了，他只是刚好在那个附近而已。因为亚丁湾这个行动已经持续了18年了。中国大陆是借这个机会来训练他自己的海军的。那当然，现在刚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他可能在附近收集情报，可是这不是专门针对这件事情派去的。所以现在这个美伊战争打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个真的和谈的明确的迹象。那么5月的川习会到底是谁比较有谈判的筹码？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假日愉快，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呢，介绍这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立委邱毅，浅秋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关于伊朗战争，川普每次发言，大家又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先来看看荷姆兹海峡好了，川普说的全面开放，倒是伊朗方面由革命卫队这里公布了一个回溯的讯息。这个讯息是不是在川普刚开始宣布我要谈判破裂之后，我就要封锁海峡哦，不止你伊朗要封，我也要封的这段画面，有这个美军的舰队渐进到了荷姆兹海峡这里，还说即将要发动攻击等等的。结果呢，这个被攻击的画面是被
锁定了16枚的巡弋飞弹，倒过来反而是被伊朗给锁定。那么当时的画面是由伊朗方面公布说，如果不在几分钟之内离开的话，美军什么要开火等等的，结果倒过来反而是美方请求拜托给我15分钟时间缓冲啊，包括去回报，然后要离开等等。最后不到1个小时，双方的交涉跟对峙结束了，美国区域离间，迅速的撤离了该地区。所以伊朗告诉大家是说，到底美方的所谓对峙啊，所谓的给伊朗的威胁，实质成果是如何？刚好剧本是倒过来写的吗？这一次荷姆兹海峡成为全球最红，大家讨论的这么多个几个小岛跟位置，是第一次让全球都看到了原来它这么的核心跟关键。其中呢，为什么大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都不敢随便靠近的理由，就在于这里头最窄的海域只有21公里这么的窄，同时这3个岛格什姆岛、拉拉克岛跟荷姆兹岛，它上面没有什么掩蔽物的情况之下，船只要通过随便很容易就在这里成为攻击目标。那么荷姆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位置，任何持续前进的军事行动都可能会被威胁到，才会让这个海峡到目前为止连川普都头痛，到现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是在哪里公布的？在 Truth， 在这个所谓的真实的自己创的社群平台面发文，连续7篇，然后说伊朗已经同意了，永不封锁荷姆兹海峡，现在已经畅通了，连水雷都已经完全清除了。他这个发文里头还特别感谢了伊朗的相关的议长啊等等的所有的人哦，甚至还感谢去居中协调的国家。那酸了一下北约说，你们现在想要跟我联络吗？不用了哈，我现在不需要你们了啊。荷姆兹永不再关闭，就伊朗的回应是由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他在 X 上面回应的啊，他说你在 Truth 上面发布，可是一点都不 truth， 都不是真实的，是假的，都是谎言。他说7项说法没有靠谎言赢得战争，都是骗人的。那么在谈判当中也不会因此取得任何成果。现在传出来说这几天有可能在巴勒斯坦再度进行第2次谈判，但没有人证实。那么所以伊朗回应持续封港，荷姆兹海峡将不会保持开放。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继续表示，军用船舶仍然被禁止通航荷姆兹海峡。答案很清楚，这个决定权仍然在伊朗的手上。你要让海峡畅通，只有伊朗能够做决定。好，那现在在伊朗革命卫队的监督之下，船只进入了荷姆兹海峡。那么甚至看到了20艘船在川普宣布之后，试图想要通过，仍然是卡关啊，继续回头掉头，而反而是有3艘船通过了，是伊朗的船只。美军说全面监视伊朗港口，现在美军还是在那里拒止的。中央司令本来川普不是宣布是全面要封荷姆兹海峡，他是控损害控管的出来宣布说没有，只有在伊朗的港口。所以他继续讲每一座伊朗港口包括了通过 MQ9 的死神无人机P8的海上巡逻机，会继续侦查，我们有能力把这个行动持续下去，能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封锁哪里呢？美军也第一次公布了这个地图的位置荷姆兹海峡在这里，它封锁线在阿曼跟巴基斯坦中间的这个出入口的位置。即使你通过了伊朗，也等于在通过美方这一关就对了。但问题是，的确有一部分的船照这个伊朗的船只被认为说美军封锁，它就掉头了。可是仍然有3艘满载油轮的船通过了荷姆兹海峡，因为这当中很重要的关键是，难道美军要发射飞弹打这些船吗？那如果对方不听劝告，那当然也就无能为力吗？当然有一些是被喝止之后上船登船之后回头了啦。但显然，将军，伊朗现在还是实质控制荷姆兹海峡，川普仍然不像他所宣布的荷姆兹海峡已经完全畅通。听川普的话，你就是傻瓜，你不烦呐？早在20天前讲要打戈尔岛，要打那个岛，打那个岛，目标都已经讲了多少次了。陆战队也准备了，空降师也准备了，没有一个动作。为什么？荷姆兹海峡开不开放，不是你那几条船、那个水雷那些问题，关键是说，任何商船只要被无人机、被炮弹、被飞弹什么东西打到这个海峡，就没有人愿意过。没错，商人永远不会说我拼了命做不成生意的，对不对？这问题就是说，美国的那威吓
手段都用完了，没见行动，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嘛。你说今天到目前为止，伊朗说那边有水雷，到现在没人证明那下面有没有水雷，所以美国派一条驱逐舰去试探一下，对不对？去的结果，伊朗马上宣布我16个飞弹等到你，他马上掉头。你再看美国虚到什么程度？他3条航母距离这边都远在不知道多少公里之外，只有那条驱逐舰跑前面来探个头。好，伊朗说我要在戈尔岛上收费站，我封锁收保护费。那美国无聊到什么程度啊？你在上游射，我在下游射，两个土匪。你先收第一段，我收第二段。其实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是这个，是说我现在用武力解决不了，不管是空降师2栖陆战队，或者是美国利用20天整补的时间，又运一些新飞弹去补充前面的战耗。问题在哪里呢？你这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难道说再来一次轰炸吗？我请问，第一次轰炸了13000多个目标都没有解决问题，你第二次轰炸还能解决问题吗？那战场态势依旧嘛。伊朗就摆了一副就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已经拼到这个程度，我不把霍姆兹海峡给你封死，对不对？所以美国又用招，霍姆兹海峡是全世界的人类的公共财产，你这样不是得罪所有国家？那伊朗也放话，凡是跟我讲好的国家都让过，要封的是你美国。所以大家把这个战争的责任推来推去，但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所以美国你再强悍，他只有一招，他说我第2道封锁线只封锁伊朗，不让你伊朗的油一滴出海，因为你伊朗唯一的收入就是靠卖这点油。但是他忽略一件事伊朗的北边还跟俄罗斯的友好国是接界的对不对？我再撑，俄罗斯只要撑我一下，我就跟你耗到底嘛。俄罗斯虽然是不是很富有，但撑个伊朗做个民生基础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问题我看是没解。现在怎么办呢？就谈判再谈判。讲起来，建章路把已经摆了这么久，迟迟不敢动作。为什么？美国要发动地面战争，就是进入第2个阿富汗，打死他都不干的。那用海空军前面已经试过了，前面的午夜重锤都已经砸完了，你也没砸出个结果。伊朗反而秀个什么东西给你看呢？我地下武器库给你看，里面可以铺轨道、铁车、火车头带来带去，对不对？你炸我很多洞口，对，它的隧道绝对需要，我们在金门都有经验，隧道不会是挖一条直道了，它是弯弯曲曲的，跟蜘蛛网一样的，出口很多。你的飞弹、炸弹顶多炸出口，它每个出口都摆着推土机，推一推，发射架又出来了，又打。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你美国个人情愿，何况中间还有一个调皮捣蛋鬼是纳坦雅胡。美国是希望能够抽身了啦，很早就想脱离这个没止没尽的消耗了，因为不但战场上消耗到库存的武器没有，连美国国内的库存品都出了问题了，所以还要福特厂改为军火工厂，来得及吗？来不及。所以当务之急，川普要的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下台阶，备场机制。伊朗说我要的一个生存的保障，我生存保障2个，你美国解除制裁，第2个我还要拥有浓缩铀，因为你以色列有我没有核子武器，我何以生存呢？所以这2个条件是一下子很难谈的，就看美国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漂亮的下台阶才有解。你要等伊朗，反正我已经这个样子了，我 nothing worse， 我也没什么 nothing to lose， 可以输的了，我就跟你干到底了。所以这个问题关键还是美国还是不是要听纳坦雅胡的，被他牵在那个地方。是。委员，其实川普的发文很清楚，他想要这样撤退，他想要这样结束战争。那荷姆兹海峡拿回来，谢谢伊朗大家拜拜，结束了。他要去中国访问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一再的被打脸，只会让川普的全球威信直接荡然无存。
川普当然是心焦如焚嘛。美国的中期选举，按惯例，3月1号开始，川普就要到各个州去帮这些众议员、参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要辅选，每周都要到，雨露均沾。可是现在他困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他抽不了身啊。再加上5月14号，他就要到北京跟习近平见面。那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解决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很明显的他就没有谈判的筹码了。他反而要就伊朗的事情拜托一下中国出面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急着要在5月14号以前一定要把中东的问题告一个段落，所以他急于要抽腿。他本来想 F-15E 的战机被打落了，然后利用救飞行员的这个机会来掩饰他派了170几架的战机，几百个特战队员要到伊斯法罕去把这一个浓缩铀，伊朗的浓缩铀400多公斤的浓缩铀，把它给拿出来，然后就可以宣布美国胜利了。因为伊朗的浓缩铀都不见了，都被抢走了，都被美国拿走了，所以伊朗没有再发展核武的可能。那川普就是非常光荣荣耀的下台阶，宣布美国胜利，然后他就可以开始去干他另外要干的事情了。可是没想到失败啦，到底有没有飞行员都不知道。那个所谓的上校武器官说被送到科威特的基地的医院里面去，到现在谁见到他的踪影？好，最重要的是要抢浓缩铀的计划全盘失败，那怎么办？下面的一个问题就回到了美伊谈判的最重要的重点了，就是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像刚才帅将军说的一样嘛，川普想到的是说，你伊朗要去封锁，你伊朗在中间最窄的33公里的伊朗跟阿曼之间的那个地方的防御之湖的6个岛设置收费站，然后封锁荷姆兹海峡。那我美军呢，我就在阿曼湾荷姆兹海峡的出口靠阿曼湾的地方，我也设个收费站，然后动了16艘的战舰，上百架的战机，另外还有黑鹰直升机载着一些特战队员，随时准备降落要临检。这么大阵仗的摆在那个地方，后来发现根本封不住啊。那封不住怎么办？所以就改口啦。不是封荷姆兹海峡，是封荷姆兹海峡上面伊朗的港口。后来发现连港口也封不住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只好采局部性的封锁。那局部性的封锁，封谁的船呢？于是有的船可以过，有的船不能过。尤其中国的复兴号顺利的过了以后，更使得它的封锁作业被大家认为就是柿子挑软的吃嘛，所以丢脸的不得了。好，那现在封锁也没办法做了，还好，这个时候有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后面有沙特，有埃及，有土耳其，更重要后面还有个大哥，中国大陆，所以双方终于可以一次谈判的。而范斯本身也有要促和的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意愿。好，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固然第一次谈崩，但是还有机会啊，因为21个小时的谈判，最后的2个小时终于搞到面对面，所以可以谈，可以谈。所以伊朗的外长昨天17号提出来了，要开放了。伊朗要开放了，
哇，川普得意了，1个小时内连续发了7、8封的推文，说伊朗他赢了，美国胜利了，又美国胜利了，逼着伊朗的议长就是卡利巴夫只好出来否认，说我们是有条件的开，有条件的开跟你川普讲的那个开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来，川普又被打脸了，所以这时候才会有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又出来施加压力，搞极限施压，但是很快就会进行第2回合的谈判，很可能就在20号。苑老师，你看乐观看第二次谈判吗？很难吧？我跟你讲啊，这几天我们做新闻评论的真的是最可怜的。这个川普从来没有说过实话，而且常常在变化。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石油价格啊跌了15%啊，然后大家的一片欣欣向荣，觉得完全开放了。那现在我得到的消息是又封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川普啊，他这个得到了好处以后啊，他说你们的封锁解封了，我们不解啊。伊朗说你不解，我也不解啊。那我现在要强调哈，川普这个人很无知啊，他都不知道这个阿曼湾有多宽呢、他完全没概念。阿曼湾比荷姆兹海峡宽了他妈7、8倍，然后在这边情况下来讲的话，你10几艘船，你几百艘船你都挡不住啊，对不对？而且旁边就是阿曼跟伊朗啊，这边很近啊，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让自己难看。但是他们的那个库珀啊，那个中央司令啊，是得到了这个川普的命令。我觉得这件事情讲起来啊，真的是最近连美国自己都觉得非常好笑。大家记不记得2月28号以前我们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根本都不存在啊？大家一片欣欣向荣，荷姆兹海峡本来就是自由通行的啊。从2月28号开始啊，当天2个炸弹，一个把人家最高的这个宗教领袖给炸死了，另外一个把人家那个168个小女孩全部炸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血海深仇大家结束不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侵略战争。大家都没有强调这一点啊 ，invasion 啊。这是一个侵略战争啊！人家伊朗好端端的挨这么的，还炸人家1万多个点啊，这算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然后的话呢，这是一个谋财害命啊，这是要谋取伊朗的油啊。然后呢，那个川普为了现在进退为难啊，陷入了他们自己的战略陷阱啊，根本都退也退不出来，进攻也没办法进攻啊。讲的是很咋呼的，讲很大声的、就是为了面子。人家伊朗只有3个原则啊，伊朗第一个叫你赔偿啊。第2个的话呢，就是荷姆兹海峡要控制啊，然后第3个，我们反抗之湖要成一个集体啊。那这个来讲起来的话呢，对美国来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美国要如何继续。你要登陆吗？那伊朗就是求之不得啊。那如果说是你不要登陆的话，你就这样子走了啊，你现在就封锁不成，但是你这个后果会有3点非常严重啊。第一个的话，中东地区的老大就是伊朗了，抗住了全世界最强的军事了，那这个还得了啊？对不对？你在美国的话要唬谁？而且这个整个这个产油的国家，那几个中东的一个产油国家都是指望着美国当门神，现在不得了，成了瘟神了啊！那这样的情况被了。然后第2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打了个结果的话呢，那个以色列倒是目标挺明显的，以色列一直反对这个停火啊，反对这个谈判啊。对不对？以色列有他们自己的基本的立场啊，人家是有这样的想法啊。那现在能不能够把美国拉进去？好不容易拉进来，你想走没这么简单了、然后第3个问题的话，世界的经济哪里受得了？今天早上说的是油话呢，就是下来，现在又荷姆兹海峡又挡住了。我们在台湾今天没开市啊，明天也不会开市啊。那么这个变来变去的话，这还得了啊？然后谁受得了？大家要想一下，这个世界的经济，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啊，我们全部都是指望这个中东来的油跟气，就这种情况。亚洲尤其是最严峻的影响啊。最新消息，那个荷姆兹海峡由伊朗军方再次宣布啊，封起来，还是在封起来，因为美方一再的背信嘛，所以有限的恢复到管控的状态。所以到底有没有解方？第2次谈判如何？刚刚有几位都觉得，可能还是有机会。像邱毅委员就提到了刚刚讲到的，传出来就是从外媒报道。有个条件
可以促成双方得到一个下台阶，就是说这个浓缩铀啊，现在美方说要全部拿走，那伊朗又不愿意。如果我把它交给第三方中国大陆呢，它来监管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伊朗也安心一点，美方也可以获得下台阶呢？这样的做法当然会提升中国大陆的国际外交地位。但现在有没有可能2天内啊，4个中国的货机被报道是西方媒体报道的，出现在伊朗境内？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哦，中国大陆是不是在这次冲突期间向伊朗提出了先进的雷达啦、导弹啊这些画面的东西呢？这个是美国的媒体一直在报道，而大陆是全面否认的。但这个画面的确有4架关闭应答器的中国货机降落在伊朗，所以美国的很多媒体都很多的想象，一定是把先进的雷达导弹让它送过去了。但美方到底现在担心的这些害怕的画面呢，是不是也希望接下来中国需要出面来帮忙协助谈判呢？川普说啊，他现在急着要访问中国大陆，他的发文一直非常的正面，我要马上要去了。他说，习近平主席非常高兴，荷姆斯海峡会已经开放，现在又已经封了啊，已经开放。我们在中国的会晤会是一次特殊的、有意义的，我期待跟习近平主席见面。所以他现在满心的期待，我战争要结束了，我要去中国大陆了。那川普想要赶快搞定伊朗战争啊，但问题是，俄罗斯可能会比他先去哦。普京比川普可能反华吗？现在是俄国的外长正在现大陆见面跟铺路。那最近大陆真的很忙啦，除了我们当然关心政协会了哈，其他呢，哇，王毅17号见纳比尼亚外长，还有见意大利副总理，习近平自己见越南的中央总书记啊，见俄罗斯外长，见阿联酋的王储，那么还见西班牙首相。那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里头，看到了莫桑比克在中国大陆说他找到了国内难题的答案，看看这段画面。Queremos dizer que estamos muito satisfeitos porque aqui tem soluções dos desafios que nós temos em Moçambique. 现在看起来，所谓中国制造这个挖土机，他说可以叠杯子、叠酒杯。那这样子一个先进的技术，刚好他们国内的工程上很需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张雪机车，这个张雪机车在世界舞台上面，哇，这个大放异彩，是在第139届先前的世界大赛里面拿到冠军。这一次呢，在139届的广交会里面再次的亮相。这一次的机车展呢，被很多人排队，说海外订单蜂拥而至，排期到今年9月出货，至少已经突破1000辆。那全球的海外销售量也目标是5000台。这是怎么样一台机车呢？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张雪机车被说最热门是为什么？这样的车子呢，在台前展览前满满的人气，好多人想要来订车子、来试车子、看车子，因为啊，他过去曾经拿下了世界冠军，在葡萄牙的正式比赛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呢，连在荷兰站的比赛呢，也拿下了第2名。不过这第2名更是被说厉害，为什么？因为他是担心主办单位认为怕全部都被他们的机车得名，所以呢还逼着他限制的条件，让他增加7公斤的增重，沙袋放上去，5%的功率限制，结果人家还是跑到了第2名，避免单一品牌全面拿下的这个获胜哦。可是仍然挡不住张雪机车的风采。将军，这个是很让人惊奇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爱骑机车啊，我老的时候你也是追梦人吗？我到大概5年前还想买杜卡迪啊，好酷哦！后来腿不够长啊，而且价钱一涨再涨，从来没有听说中国的机车啊。你看机车有名的，这个杜卡迪的、哈雷啦、Triumph啊、雅马哈啦、康达啦，从来没听说中国有机车，只听到中国有电动车，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只要有心啊，真是没有，你很难限量它的发展。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好像是百花齐放，真的。那一个机车的技师，能够打败人家几十年、上100年的名牌啊，这是很难呢，真的很难。所以我讲，中国的军武科技啊，今天突然这种喷井式的爆发，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各样的零组件生产链都有，只要有创意，它就可以搞起来。最近我看了一个信息，
2个年轻的小朋友用 AI 搞一个霍去病传啊，对，本钱不到几千块，看了，对，可以卖几十万人看。霍去病，所以我的想法，将来 AI 再发展，我们是不是什么人都失业了？对呀，电影业更惨了。对，这个什么画面，他只要讲，他都给你搬来了。所以，科技的创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改变了生意的模式，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你只要跟不上，你就落伍，就被淘汰。像我这把年纪，亲眼看到好多东西不见了。当年的黑胶唱片，什么卡式录音带、匣式录音带、MPC， 什么 M4， 一直到现在，真的，一屋子旧东西要扔掉。还寄来专卖店卖很贵呀。哎呀，现在问题早就被这是美国的围堵造成的中国内卷跟创造力的大爆发。这种东西人家生命会找出路的。你压得越紧，它反弹就越大嘛。所以美国现在很后悔啊，2000年那个时候让你进入 WTO，这是他最要命的一招。中国你自己在忙着反恐，打了20几年的反恐战争，所以你的军武科技今天可悲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看不到美国的危机啊。航空母舰2/3的战机是 F-18大黄蜂，都已经超过40岁要退了。你的新机在哪里？你所有的飞弹都是300万、400万、1000多万的打光了，你拿什么去补？外债欠这么多，通货膨胀也搞得你财务表面的荣光在那里。你要把国防上的库存跟现代化，你要跟中国大陆2个做军武竞赛，你已经输到脱裤子了。真的是不是以前的美国，也不再是当年的中国。一艘航母一天的伙食费11万美金，就还是吃这个样子，还吃这样，送不进去货呀。大家吃牛排那更惨，因为那附近买不到东西。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西方媒体报道，尤其是说美国的这个外交人员透露的，说中国大陆如果介入浓缩铀来看管的话，也许会是一个第2阶段谈判的一个好条件。中国大陆这一次在美伊的谈判里面啊，它的战略定力非常的好，它一直没有浮上台面做太积极的角色，但是呢，它一直在暗中的去帮忙巴基斯坦，然后帮巴基斯坦作为鲁仲连的角色，也就是做促谈的角色。好，那现在浓缩铀的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浓缩铀的问题照美国的说法，伊朗把浓缩铀交给美国，那伊朗的人民不炸掉了，他根本不可能接受。好，那如果照俄罗斯的说法，说浓缩铀让俄罗斯来保管，那也不可能啊，美国不会同意啊。好，那再者，如果放在伊朗的国内进行稀释，来保证它不发展核武，那美国可能也不同意。所以最后折中的做法大概只有一条路可走嘛，这条路就是部分留在伊朗的国内做稀释，另一部分就交给中国来做保管嘛，这大概是比较可行的一条路啦。我想范斯大概在第2回合的谈判也会往这条路走。那另外的，在第1回合的时候，还有个争论的焦点啦，美国要求伊朗20年要暂停浓缩铀的生产，那伊朗说最多5年，所以5和20之间啦，其实是可以有交集的。最后我估计大概就5到8年啦。好，伊朗大概答应就5到8年。那另外的，也就是必须要解除伊朗的经济的制裁，另外要把伊朗海外的资金冻结的部分，那么要解冻。那这个解冻的部分，这一次答应了200亿美元，上一次的卡达的60多亿美元，2个合在一起，正好就是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270亿美元嘛。好，马上回来。
多了。谈到科技，现在我们今天的来宾好像都很在乎那个机车啊，张学机车红啊。我跟大家先强调一下哈，刚刚我们帅将军提到讲说，大陆最近几年这个整个有一些科技，不管是民用科技或军事科技，都有井喷式的爆发哈。那么这个绝对不是外星人干的，也不是一个什么奇迹，是厚积薄发的。我跟你讲，首先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大陆是从头到尾在经济发展的形态当中的话，从来就没有放掉自己的重工业，然后找这个轻工业。所以说重工业的发展的话呢，里面两弹一星啊。我前阵子不久到了四川省绵阳市的梓潼县，我非常感动。所以那很多人呢，50年代回来的留学生，他们在发展。然后另外的话呢，提到张雪机车，张雪是个人，请大家注意，这个人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个人没有学历，这个人没有资本，这个人呢不信邪，这个人超越先进。在摩托车的赛事当中，大家都知道，不要讲什么杜卡迪啊，或者是什么 BMW 啦，或者说是美国的哈雷机车，就是日本的卡瓦萨基、Suzuki， 然后这个Honda、雅马哈，要想要超越都很难的。这个家伙的话呢，在这种没有什么都没有1穷2百，据说他身高还不到160的情况下，湖南人真的是有种啊！他居然能够创造出自己，我觉得第一次听到那个闭着眼睛把发动机装起来的人就他。太厉害了！我想自己改装机车，而且家里是1穷400，然后黑手的对吧？黑手不是单纯的黑手啊，很有脑筋。你看他的 interview 的访问啊，那个董倩访问他的时候啊，里面的对答好看的不得了，超级达人，超级达人，真的了不起，专业。然后另外还有讲一件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重要，请大家稍微注意。张雪说过一件事，人家说你为什么这么厉害？他说，因为整个中国机车的产业链不但发达，在重庆的发展，你要任何的图纸做出来啊，在差不多